大家好啊，我是 Simon。在前几期影片当中啊，在伊朗那边刚开始炮火连天，全球市场下的疯狂抛售的时候，我曾经顶着风向告诉大家，这次的地缘冲突是一次机会，这次的恐慌实际上是买入优质科技股的一个黄金坑。当时跟着我去抄底了 Nvidia 和台积电和微软和 Google 的朋友们，现在账户里的浮盈应该已经比较丰厚了吧？但这几天呢，后台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变成了 Simon， 我已经赚了 15% 了，那我现在应不应该拿钱跑路了？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度暴露咱们人性弱点的问题。买入靠的是正确的常识和判断，但卖出考验的就不只是这个了，它考验的是我们对世界运行本质的一个认知。很多散户每天盯着 K 线图，用玄学预测顶部，这纯粹就是浪费时间，真的不建议这样去投资啊，又累又亏钱。今天这期影片呢 ，Simon 用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跟你扒开市场的底库，结合目前2026年伊朗战争的最新的进展，给你一套从小白到大佬都适用的卖出逻辑。就算你财务报表看不懂，只要你理解了这套逻辑，那么今天的卖出方法也能帮助你把账户里浮动的数字真正变成口袋里的现金。不要把市场麻木当成天下太平。在决定是否卖出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搞清楚现在的宏观大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这几天美股连续的反弹呢，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就以为战争的影响已经过去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已经结束的话呢，那么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对信息的判断力了。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真实的战况，截止至2026年4月底，那么伊朗的冲突并没有停下的迹象，就跟我上期视频所说的这个薛定谔的海峡一样，霍尔莫兹海峡的通航依然是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那么美国现在开始自己搞海峡运输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死死的定在高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通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依然悬在美联储的头上。那么为什么股市现在还一直在涨呢？因为华尔街的资金在玩一场时间差的游戏，大资金发现传统板块受制于供应链和能源成本，于是把它们抛弃了，全部拥挤到了这个对能源不那么敏感，而且有 AI生产力加持的这些科技巨头里面。这个不是牛市的全面爆发，这是资金在这个灾难的现场找到了一个安全的火灾的这个安全出口。有没有画面感？各位要认真听好啊！一旦这个出口变得过于拥挤，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比如说现在油价再往上窜一个10美金，导致美联储暗示或明示今年不可能再降息的话，那么这个繁荣的局面就会瞬间瓦解。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底色，我称之为脆弱的繁荣。决定何时卖出的3大商业法则分享。既然我们知道现在的繁荣是一个脆弱的繁荣，那么我们中短期的策略就要提前规划好，看具体有什么信号我们需要卖出。这类的技术性指标有很多，今天我们来回归商业的本质。我们首先要问自己3个硬核的问题。第一，买入的原始逻辑被证伪了吗？我们这波抄底科技股压住的是 AI 基础设施的扩张不受战争的影响。我们现在应该去盯紧 Microsoft、Google、Meta 这几家大厂每季度的资本支出 Capex， 只要他们还在不计成本的买显卡、建数据中心， Nvidia 和台积电的业绩就是铁板一块，你就不需要进行清仓，除非你有其他更确定性的标的。但如果哪天有一家，哪怕只有一家科技巨头在财报上表示我们的 AI 变现不及预期，那么下个季度削减基础设备的这个投资，这种信号就是最致命的卖出信号。这说明科技巨头们的军备竞赛已经见顶了，有的铲子已经开始卖不动了。在确定性没有完全落地的情况下，该套利、该清仓、该卖就卖。第二种我们会卖出的情况是要看到那些躺平的保底的利息是不是已经比股票更香了。这是一个纯数学题啊，就是股票的本质就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因为现在中东打仗，通胀压不下去，美国的无风险收益率，比如说10年的国债，如果飙升到了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水平，就比如说逼近5%甚至更高，那你就要算笔账了。
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 PE 被炒到了50倍、60倍，这意味着回报率不到2%的情况，你买国债就能躺赚5%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本性会让大机构无情的抛售股票。当你发现你手里的科技股估值已经和高企的利率环境出现严重的背离的时候，那就是你该分批止盈的时候。第三呢，就是你自己的资产配置是否已经是一个被动或者畸形的状态。这一点其实有时候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假设你原本设定你的科技股仓位占总仓位的50%，因为这波大涨 NVIDIA 微软的价格涨了这么多，导致他们现在占了你总资产的70%。这个时候你卖出不是因为你不看好他们了，而是因为你要自己的这个纪律性对自己资产进行再平衡，把超标的这个利润锁定成为现金。这是一个真正能让你晚上睡得着觉的一个好方法。讲完了这3种最基本的卖出逻辑以后呢，我自己的一个操作策略不作为投资建议，大家亏赚都还是自己的本事。首先呢，我的结论非常明确，目前还没有到全线大逃亡的时候，但确实是需要停止买入，在逢批高点套现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要留出足够的子弹。为什么呢？因为未来几个月战争导致的通胀如果反噬了实体经济，美股出现无差别的回调，那将是一次绝佳的进货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持仓底牌，以及一旦大跌我会毫不犹豫加仓的几个标的。第一呢，就是我自己超喜欢的 Google 和 NVIDIA。在之前的几期影片里，我多次的讲到过 NVIDIA 和 Google， 包括我的一些买入的一些策略，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啊。投资呢，其实跟做生意一样，它都是需要护城河的，大家都知道。NVIDIA 和台积电不用多说，只要 AI 战争还在打，那它就是非常权威的军火商。虽然它的估值现在不便宜，但只要出现20%以上的回调，这个就一定是送钱。Google 是我现在极度看好的一个压仓石。我之前影片有跟大家讲过，200、300美金以下的 Google 就是礼物。抄了作业的朋友们，再次恭喜啊！市面上呢有很多对于 Google 过于苛刻，觉得它在 AI 上总是会慢半拍。但不要忘了，它是垄断全球搜索的入口，拥有深不见底的数据储备和无可匹敌的现金流。这个在目前战争导致宏观不确定的时期，这种持续产生庞大自由现金流的这种巨头，容错率极高。如果科技板块被错杀，那么 Google 绝对是性价比之王。那第二个标的呢，是一个逆向布局全球的一个视角，我会把目光投向美股之外的一个避风港，比如说我之前投的Tencent 和欧洲的爱马仕。先说 Tencent， 在美股巨头都水涨船高的时候， Tencent 目前的估值反而显得非常的健康。它的游戏和 WeChat 生态圈非常的稳固， AI 盘子的发展也还算迅速，资金流好到继续还在市场回购自家的股票。在美股泡沫随时可能被高利率戳破的时候，配置一部分与美股相关性较低且估值已经被砸出一个性价比的优质互联网资产，这个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投资的纵深策略。再说一下爱马仕，因为中东战争的持续导致1季度的奢侈品消费遇冷，市场上出现了情绪化的抛售。爱马仕的股价已经从前期的2600美元、2600欧元以上的这个高点，一路砸到了现在的1600欧元附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家全球奢侈品之王已经经历了40%的暴跌，它的 PE 被生生的杀到了现在的36到37倍左右。对于爱马仕这种基本盘坚如磐石的企业来说呢，这种估值是非常罕见的机会。最后我们聊一下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特斯拉。特斯拉现在定位已经非常清晰了，它就是一个披着车企外衣的 AI 和机器人公司。短期内它确实被高利率和电动车市场的价格按在地上摩擦，财务数据也不好看。但如果你把眼光继续放长的话，它的 FSD 全自动驾驶和算力积累依然是未来物理世界 AI 基础的这个最顶尖的那一家，而且是一个维度的领先。如果大盘暴跌，把它砸出一个非常理性的深坑，那么对于有耐心的且大心脏可以承受波动的投资者来说呢，它是一个布局未来10年科技基点的绝佳机会。如果你是投资新手呢，觉得这些
财报啊这些分析啊都太过的烧脑，那么我也可以一针见血的告诉你，老老实实的买指数基金 ETF 啊，不要觉得买指数基金跌份儿，因为华尔街90%的基金经理长期业务都跑不赢指数。对于那些不想天天盯盘的散户，遇到大盘的回调，直接去定投 VOO、SPY、QQQ 啊，包括现在很高的半导体指数基金，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好的投资往往是无聊的。那么总结一下，卖股票它要比买股票难得多。买的时候呢，你有恐惧，但你还有贪婪在这里支撑着你，对吧？卖的时候你就只有犹豫了，那会不会卖早了？会不会卖晚了？会不会卖了以后还在涨？啊，那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没有人有完美的答案。真正的高手不是每次都卖在最高点，而是在正确的逻辑下做出一致性的决策，然后让睡觉和时间去做剩下的工作。这就是滚雪球的本质。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对，你只需要让雪球一直滚。Snowball with Simon, let's roll with time。我们下期见。